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我们其实这一个系列是叫做盖亚律专业。那这部分呢，其实是希望有一个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国际证照机会，因为现在事实上台湾现在听起来有很多的 ISO 证照啊，或者是永续管理师的证照，但是事实上这些证照都是一样，就是由私人的组织或者是私人的机构来办理的。国际上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证照，那台湾最有名的就是景佑兴董事长永续能源发展基金会所办的永续管理师的证照，因为他们已经办了很多年了，所以在业界的话是非常有信服力的，因为他们的课程其实也非常的扎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为了要训练他们的企业永续奖，然后他们想要训练的是企业永续奖的评审，就是志工评审，然后才开始做评审的训练。就是他们当初是这样开始，然后刚好也因为现在这样 ESG 的风潮趋势起来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扩大招生，然后做了就变成是一个永续管理师的系列。国际上很多的组织，像联合国的 SDGs， 这是永续发展目标。这个永续发展目标是联合国在2015年的时候，它的联合国大会所成立了，它针对这个目标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训练活动。这个 SDGs 是 ESG 啊，或者是我们想要的净零啊那些的所有的框架。那在这个大框架之下，联合国呢，它也跟不同的大学体系，它有合作做了一个国际的证照课。那这个证照课呢，就是把它这个 SDGs 应用在企业跟投资的框架下。其实我们今天导读的目的啊，是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在永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力的衡量跟管理是怎么进行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因为它是一个国际证照科，它真的有题目，那我们今天就会做题型的分析。那在上课之前的话，还是希望可以下载这个课程的心智图，然后还有一个题库。这个心智图的部分呢，会是我们盖亚律师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讲义的步骤，因为它是最符合我们大脑的逻辑。你看，就是可以直接看到这整个课程的架构分成5课。第一章课程简介之外，它从第2课到第5课，它是用2个方向，一个是企业，一个是投资人，用4个步骤。然后这个4个步骤就是2、3、4、5的这一个每一堂课就是一个步骤，然后呢每一个步骤又分成2大块，企业跟投资人，然后呢又再分成几个步骤。所以呢你如果是跟着他的那个课程去上，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吃力的原因是因为一是它是英文，2的部分是你没有办法看到它整个大框架，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新制度，你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说其实它的架构是非常简单简洁的，它算是4个大原则，然后企业投资人分别有什么样的执行的步骤，然后呢这个执行步骤事实上企业跟投资人的类似性又很高，所以你看这个架构的话，你就会可以看到说这些步骤，然后很多都是原则性的，然后企业跟投资人其实都差不多的，那你在看到内容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理解。我们今天这个导读的目的其实第一个部分就真的是希望可以了解这个永续发展目标的怎么样企业跟投资者去衡量这件事情的这个课程的内涵。然后第2个部分就是上完课以后还是希望可以考到这个证照嘛，因为课程本身是 UN， 它其实是希望可以推广它 SDGs 的更在企业跟投资的落地，所以它课程本身是不用钱，就是你在缴的那个49块，那49块其实是证照费，那个是一个国际证照，就是联合国课程的国际证照，所以事实上它是有加分的，所以还是希望说可以拿到这个证照。所以第2个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配合我们的测验的题型分析，然后可以更融会贯通之外，然后也可以帮助解题。然后第3个部分呢，是我自己个人认为非常需要的部分，就是陪读跟共学，让大家的效率可以更加倍。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念书的时候，通常都是像右边的这种情况，然后念念就会很深，就不太想念了。那不知道大家的情况如何哦？但是通常我就是我喜欢有一个目标去念书，那拿到证照当然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但是这个过程实在是很长，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抓着大家一起来。那我自己因
就想说，那我都已经带头抓大家了，如果拿不到证照，不是很丢脸吗？所以我就又抓了我的好伙伴，就是杰西卡。杰西卡小姐是我非常重要的伙伴，今天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她整理出来的啊，也就是包括题库的部分，她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题库。就是补习班不是都会有人去考试嘛，然后考试以后就要寄题目回来。Jessica 小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非常感谢 Jessica。然后呢，第4个部分呢，就是还是希望可以在很顺利的，大家既然都已经报名了这堂课，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拿到证照。所以陪伴和共学其实是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最有帮助的一部分，至少对我自己而言啦。好，那在这一个 Coursera， 它是这一个就是 SDGs 这个 IMM for the SDGs 的课程平台。它本身是一个公益平台之外，但是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课程，里面就是它有很多的课。那我们今天是选其中一堂课，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对我们算是非常友善的一个方式，就是也推荐大家使用。就是第一个就是它所有的课程事实上它都有课程的脚本，那它的脚本其实它就是字幕档。你如果仔细打，你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拍它的课程的字幕档。然后呢，他在讲话的时候，他是会有追踪功能的。那这个追踪功能呢，就是他们讲的每一句话是在哪里，它是可以追踪的。然后第2个部分就是善用 Google Chrome， 它有一个右键翻译成中文。所以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它的追踪功能就是第一项的追踪功能，其实还是可以继续运作的。所以又等于是它就是一个中文字幕的功能，虽然它是中国的用语，但是总比我们听英文好得多了，所以它其实就会等于是有一个中文的字幕功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非常的推荐，尤其是我们就是即使是我自己，我平常其实还蛮习惯看英文，也蛮习惯听英文，但是我也觉得用中文来的话，这个效率是好很多的。然后但是呢，我有测试过，就是这一个功能在考试的时候，就是它在测验的时候可不可以使用，你按右键之后翻译成中文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说它系统在维护中，就等于是宕机了。所以很可惜，就是在使用在测验的这一块上，还是就只能看英文。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都已经要上了英文的证照课了，然后我还就把它弄成中文，是不是就是听起来这样子好像很没品？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我们重点是要学它的内容，而不是学英文。英文用这种学习方式不会比较好，我们要讲求的是有效率的学习方法。那既然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个永续发展的内容，就是英文，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学到那就算了，重点是我们内容学到来。好，然后这是第2个部分，就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题库。那这个题库呢，我自己做的方法就是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就是把题库打开，然后我的右边就是我自己的题库，左边就是它就是全部都把视窗缩小嘛，然后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互相对照。因为它是一个这个测验，它其实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就是没有要你硬背，所以它是一个 open book 的答案的测验，你是可以参考的。尤其是那些东西，老实说你没有真正去做的话，你硬把它记下来，其实它的效果也很有限。好，那它的测验内容的部分呢，它各测验大概有10到12题，然后一共会有10个测验，也就是它是1到5嘛，然后5堂课，然后每堂课大概就是2个测验，那通常2个测验就是企业投资人，所以一共有10个测验，也就是大概是题目是大概110题左右，考试的时间是每一个测验是10分钟，所以它就算是12个题目也是10分钟，然后有10个测验。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去考试之前还是稍微要看一下题库，这样子会比较就是10分钟时间，其实如果看英文看太慢的话会来不及。然后第3个呢，就是每一个小测验都必须要80分，然后才能过关。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不用照顺序，你可以跳打，也就是你可能第1课上完了以后，你可以先去上就是你可以先打第5课。那我自己是第1课到第5课全部都上完以后，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照顺序打，
其实是回答完所有的企业以后，就想说奇怪，他都没有投资人的，为什么都没有投资人的题目？才知道我跳过了所有投资人的题目，所以我就等于是先回答13579，然后再回去回答24680，所以才发现说，哎，原来他不需要依照章节的顺序来做测验。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的题目，其实他真的没有要为难你，他就是希望你可以了解这个定义啊、原则啊，所以基本上它都是以定义题跟原则题为主，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小陷阱。然后呢，在答题的注意事项就是它可以有无数次的回答，所以你第一次没过，你可以考第二次、第三次。但是你如果第一次没过以后，你再次做题目的话，题目是会有所更动的，但是它更动的频率大概就是可能会有20%不同，或甚至更少。尤其是到第3、4、5堂课的时候，它的题目更动就会越来越小。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它题目会有10%的误差，所以其实不大，但是它就是跟我们的题库的误差，所以它多选题的顺序会有所变动，就是本来是 A 选项的，它会跑到 B 选项去，所以你在用题库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说它的选项是不是变动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是非题的语义也会变化，就是一样同一个句子，但是它可能用不同的方式，那是就会变非就会变是，这种小变化。那通常如果你只是1、2题的话，也不会影响80分，所以还是基本上就是多注意。然后呢，这个题库的部分我们虽然已经尽力了，但是因为题目真的还蛮多的，然后我们就2个人嘛，所以难免还是怕会出错。所以呢，也欢迎你如果在作答的时候发现我们错了，欢迎你纠错来回报我们，然后我们会赠送你非常棒的神秘小礼物。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尽管我们已经很努力收集相关的题目了，但是我相信一定还是有漏网之鱼，因为我们大概都是做3次，就是3次没有过，然后去抓它的题目，说不定会有其他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所以如果有漏网之鱼的话，也欢迎汇报给我们，然后也就在此先多谢。好，这是题库的使用方式。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就是它一共有5课，那我们就是今天的就是要挑战好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它预计的完成时间其实是9个小时，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真正的纯导读哦。好，准备好了吗？有点紧张哈，我比较紧张啦，所以就觉得我讲话速度如果很快，我就是自备2倍速，因为我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帮大家了解哦。如果你的语言设定是繁体中文的话，你的证书可能就会变成繁体中文，但是我们没有中文的吧？所以呢，如果你想拿到的英文是就是证书是全英文的话，你要做就是在设定的地方，然后把它改成你的语言要改成英文，然后改成英文之后，你更改并确定你想要放在证书上的姓名，然后你才会拿到就是你才会拿到这样子一个全英文的证书。所以呢，那今天的话就是非常赶火车的把它讲完了。那好，就是希望大家今天有认真听，然后可以知道这样子一个完整的逻辑。然后呢，你只要拿着我们的更新版题库，记得拿更新版哦，然后去左右对照去答题的话，基本上我们已经有小白的伙伴试验过。所谓小白，就是完全没有上过课，然后也没有把它就是只是放着把它跑完，然后呢就去答题的，那还是默默的拿到了证书。那当然这个就是不鼓励，但是如果你今天有认真的上课了，那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拿到证书的。好，那就是也欢迎大家拿到证书以后，然后到我们的脸书社团来晒晒大家的证书吧。好，那基本上就是分享就到这里。